洞察局势，开启视野。这里是火力早报时间。俄罗斯1月预算削减至223亿美元，乌军大规模空袭摧毁6000俄罗斯无人机，库皮扬斯克雪地奇袭沦为俄军葬地。俄罗斯的战争财政正面临自开战以来最严重的开门黑。据莫斯科时报披露的最新数据，2026年1月，俄罗斯联邦预算赤字已飙升至223亿美元，仅用1个月时间就消耗了全年赤字目标的一半。据悉，1月份俄罗斯联邦收入总计307亿美元，同比下降超过10%。其中最核心的支柱石油和天然气收入惨遭腰斩，暴跌50%，仅为51亿美元，创下5年来的最低纪录。为了填补这一巨大的黑洞，莫斯科从1月1日起强行将增值税提高至22%。尽管非能源收入因此增长，但由于能源出口受阻，整体赤字仍比去年同期高出17%。不仅财政在失血，实体经济也在萎缩。统计显示，俄罗斯民用制造业出现了自2023年初以来的首次萎缩。路透社分析指出，随着原油价格走弱和制裁加重，俄罗斯预算缺口可能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4%。经济学家警告，普京为了维持2026年至2027年的战争，正被迫走向印钞、增税以及企业国有化的极端道路。这意味着俄罗斯家庭收入将成为最终的牺牲品。在经济命脉萎缩的同时，俄罗斯的战场感知与后勤能力也遭遇了毁灭性一击。乌克兰国防部队近期对俄罗斯境内及占领区的军事目标发动了大规模精确打击，取得了极其罕见的战果。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证实，乌军空袭了顿河畔罗斯托夫附近的一个核心仓储中心，摧毁了储存在集装箱内的约6000架 F-16无人机以及大量无人机核心部件。这是俄军在单一行动中损失无人机数量最多的一次，直接重创了俄军在整个前线的低空打击潜力。打击远未结束，2月9日晚，乌军袭击了库尔斯克州苏贾附近的一个俄空降部队指挥所，俄总参谋部被迫承认指挥所遭到直接打击。此外，在赫尔松州南部新奥莱克西夫卡，俄军一个重要的弹药库也在火光中灰飞烟灭。这种全方位的打击旨在系统性切断俄军在俄罗斯腹地的补给链与指挥中枢。而在库皮扬斯克前线的冰雪中，俄军试图利用天气发动了奇袭，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单方面的屠杀。在彼得罗巴甫洛夫卡地区，俄军指挥部异想天开地利用大雪做掩护，发起了一次机械化突击。俄军动用了 LT-LB 装甲运兵车、全地形4轮摩托车以及所谓的突击越野车，试图在积雪的掩护下渗透进乌军防线。然而，乌克兰第14和第30独立机械化旅的侦察无人机在恶劣天气下依然保持了极高的探测精度。乌克兰士兵讽刺道，俄军希望积雪能掩埋他们，但积雪没能掩救他们。战斗结果显示，17名俄军被当场击毙，4人重伤。乌军守军成功摧毁了2辆装甲车、11辆4轮摩托以及2辆越野车，彻底粉碎了俄军试图通过公路挺进库皮扬斯克的野心。目前，库皮扬斯克方向战斗依然激烈。乌军总司令希尔斯基表示，虽然俄军破坏组织仍试图潜入，但乌方守军已在沃夫昌斯克等地构筑了坚固防线。俄军试图利用天气优势发动的步兵冲锋正不断撞向死亡的高墙。各位又怎么看待今天的局势呢？今天的早报到这儿就结束了，后续报道火力军将持续关注。局势在变，真相不变。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